中国如今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实力是眼看着直线增长，于是美国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在无法容忍中国在未来有一天实力会超过美国的情况下，开始不断对中国打压。结果没想到中国越打压成长越快，于是美国开始了军事威胁。就在1月20号起，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美国军舰打击群就来了3轮，其中还有2次是航母，可想而知美军这次威胁力度又有多大。那么在这样风绝云诡的情境下，中美之间会发生战争吗？为什么外国网友会表示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呢？其实就单纯的军事实力上说，中国确实不如美国，这是发展时间带来的短时间绝对无法磨灭的沟壑。但是中国却不是一成胜算也没有的，抛开核武器，中国在战斗机、导弹等重要战略武器上实力也是不容小觑。言归正传，这一次中美之间会发生战争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很肯定地说，不会。中国和美国都不会轻易地越过这一条线，一步跨出那就是天灾人祸，世界第3次大战将起，文明必将覆灭，所以这一步是最底线的。不过并不妨碍世界各国的吃瓜群众闲得没事儿来瞎聊一波。不过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美版知乎上的外国网友会认定一旦开战美国必输无疑呢？有一位外国网友在美版知乎上是这么说的：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前任和现任国防官员和军事人士分析说，在模拟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发生大国冲突的游戏中，美国将会输到脱裤子。特别是美国负责亚洲军事的海军上将也曾表示过，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比如空中、海上、陆地、太空等各方面都在快速的增长力量，在未来5年，中国就有可能大半都会超过美国。其实用简单的话来说，中国胜利在于中国是一股新生的并且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美国或许可以打胜过去的战争，但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必然会输。特别是美国在近些年不断在消耗自己的军事力量，比如国内的小型战争和国外部署的众多军事力量面对的其他冲突。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多米尼克·蒂尔尼就曾表示过，美国一直深陷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也门等中东国家的冲突之中，而且这消耗了非常长的时间，从来没有看见美国有任何胜利的结局。再则，目前中国正在很多领域赶超美国，美国却无法阻挡。比如，中国如今在专利申请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被知名期刊录取的科学论文数量也在美国之上，而科学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途径，而这正是美国必然会在未来战争中输掉的决定性因素。近日，在印度班加罗尔航空展上，印度人意外展出了一件老货——印度国产发动机卡佛里。不过，并不是实物，而是展示版与模型。卡佛里的亮相让人们想起了这个印度人30年没造好的国产航发。原本印度人都放弃了，如今为何又要起死回生了？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有一项国产轻型战斗机的研制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衍生物便是我们熟知的 LCA 光辉战机。在当时，印度人对这项计划相当有自信，并且认为是军工国产化的开端。在1986年，印度国防部还授权研发一款国产航空发动机，专门为 LCA 光辉战机配套，也因此开启印度国产航空发动机制造的道路。1989年，这款国产发动机的设计方案被最终确定下来，并开始着手研发，研发资金达到6000万美元，而该发动机名为卡佛里。卡佛里这个名字在印度语中的含义是一条印度人心目中的圣河，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对这款发动机寄予的厚望。按照计划，卡佛里发动机将在1997年交付，但在开始研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款发动机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了消息，直到1995年，卡佛里发动机的原型机才能点火运转，但此时离交付却依旧遥远。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光辉战机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然后印度空军却一直等不来自己的国产发动机。最终在2008年，印度国防部宣布将不再把卡佛里发动机与 LCA 光辉战斗机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单独研发。
2010年，印度官方突然宣布卡佛里发动机取得重大突破，高空实验获得成功。而在1年后，印度国防部长表示，卡佛里发动机已经研制了9台原型机和4台核心机，并且已经完成近2000个小时的测试。似乎印度人终于能盼到自己的国产航发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14年印度官方宣布卡佛里发动机研发计划下马，这说明这款发动机恐怕是真的不行了。原本卡佛里发动机应该就此掩埋尘埃中了，但没想到今年印度人又将其搬了出来。不过想想，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可是连爆了2个重磅炸弹，其一是搭载涡扇20的运20运输机进行试飞，其二是搭载涡扇10C 的歼20正式入列，这无疑是中国国产航发的一次重大突破。而印度人一向喜欢和中国比较，如今看到中国航发的成就，印度人能不酸吗？因此，为何卡佛里发动机能起死回生，完全是被中国赶鸭子上架的。根据印方说明，卡佛里发动机将于2024年正式交付，但且不论卡佛里发动机技术指标在如今早已落伍，按照印度的研发效率，再给他们30年，他们真的能造出自己的国产航空发动机吗？近日，拖了许久的美俄土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俄罗斯最终拒绝了土耳其提供 S-400 相关技术的要求，同时还透露出了土耳其意图拆卸 S-400 导弹系统，以便制造远程防空系统的打算。土耳其这是软的来不了，来硬的了。不得不说，土耳其这个小算盘也是打得够精明了。当初本就和美国在买 S-400 上直接闹翻了，如今俄罗斯又拒绝向土耳其出售相关技术，如此一来就更显得土耳其这番胡闹像是一场笑话。对此，土耳其肯定就不乐意了。一方面面临美国的制裁打压，一方面俄罗斯也不会给予便利，让土耳其这心气一口气就上不来了。要知道，土耳其在2022年的纳卡战争中也算是出现了风头，其无人机在世界上也是造成一番轰动。这就让土耳其自信心爆棚，觉得什么都难不倒土耳其。俄罗斯不给相关技术，土耳其就干脆自己拆。有土耳其的观察员表示，安卡拉可以自己独立在 S-400 综合体的基础上开发属于土耳其的全新 S-400 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土耳其第一次这么干，早前土耳其就曾复制过中国的技术，不过这回土耳其可能要撞上硬墙了。俄罗斯终归还是棋高一招。俄罗斯军事专家尤里科努托夫就表示，土耳其想得太简单了，俄罗斯的 S-400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复制的，想要复制当年在中国走过的路，怕是不行。如今的俄罗斯将更先进的技术安装在了 S-400 和苏35、苏57的大脑中。尤里表示，如今的俄罗斯有极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而 S-400 的内部就安装这样的智能识别系统，这也意味着所有没有俄罗斯许可或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将无法获悉其中的详细资料和技术。土耳其这回还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什么都捞不着。毕竟当初在下定决心购买俄罗斯 S-400 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给得罪了，甚至还被美国踢出了 F-35项目。而且就美国自己所说，土耳其如果真的想买防空导弹，其实在北约的10年中就有很多机会，但是土耳其看不上美国的爱国者系统，非要选择其他更好的防空导弹。所以美国现任的五角大楼发言人近日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表示，即便土耳其只是眼馋的只是俄罗斯的技术，美国也不会改变立场的，依然坚持希望土耳其不要保留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最后只能说，土耳其在最开始买 S-400 的时候就没安什么好心，想要来一个收获满满。不过没想到俄罗斯究竟还是棋高一招。